以肖战、王一博为主角的《陈情令》，主要讲述的是魏无羡、蓝忘机和江澄这一代的故事。说到底，他们是主角，在后来出场的几代人也各有特点，所以也吸粉不少。相反，前辈们的故事常常容易被忽视。事实上啊，前几代人的故事也超精彩，无论是经常争吵的江丰年夫人夫妇，还是风流成性的金光善和他霸道的金夫人夫妇，以及那些夫妻恩爱却英年早逝的脏色散人和魏长泽夫妇，清衡君不得宽恕杀害了他恩师的凶手，也无法看到自己所爱的女子死去，只能和他成为亲人，保护他的生命，同时又强迫自己不要再见到他。陈情令中对清衡夫人的描写很少，但蓝忘机那么出色，蓝曦臣想必他们的妈妈也是超级厉害的。您觉得她有个弱小的姑娘，竟然可以杀了青莲君的师傅，那绝非不是一般女人，功力绝对很深，而能够让名动世界的清衡君一见钟情，那清衡夫人应该是很出色的，要不是又怎么会生出蓝宣臣、蓝忘机这种大帅哥呢？希望两个孩子都能成为1等1的大帅哥，那么父母两个人的基因要超棒呢。蓝忘机和蓝忘机正是继承了父母的美丽基因，这样美丽而优秀的清衡夫人虽然保住了生命，但也失去了宝贵的自由。清衡夫人不喜欢清衡君，她甚至会因为他的一生被困在而恨他的一生啊。尽管我们知道清衡君是为他好，但在那之前他并没有问夫人是否愿意。尽管清衡夫人并不喜欢清衡君，但她还是很喜欢与自己生下的2个孩子蓝月、蓝忘机。尽管蓝湛表面不喜欢，但内心却非常快乐。失掉了自由的清衡夫人最终抑郁而死，成了蓝湛一生的痛苦。那时蓝湛太小，连妈妈都不知道，于是固执地等待着一扇永远不会打开的门。丧失母爱的痛苦和困惑，跟后来失去了魏无羡一样的痛苦和困惑，于是就有了那句等一扇不开的孩子，长大了再也等不回来了。2次失落的蓝忘机真让人痛心啊，好想过去抱住他。